比特币牛市是否进行到希望阶段？比特币牛市有没有可能涨到2025年？今天首次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个 Super Gabi 超级孔雀鱼指标里面的一些知识，我们要怎么去挖掘，以及1个月之前朋友们记得我在这一个区间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的牛市可是很多人在怀疑哦。反正希望朋友们不管是去年 20K 下发有听我建议，我现在还是在满仓的结构啊，因为现在有看到一些现象，大部分的散户都是在希望，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家人们提过，美元指数是有一个下降三角，那比特币肯定就是往上去看了，包括去年的底部这个美元指数的高点114，它是2004年、05年跟06年的这2个低点的一个倾斜的压力线。08、09年高点过不去，15年、16年高点过不去，所以去年 15K 有做对了多大，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一章心理学的时间周期啊，就是在每一次牛市的上涨阶段，或者是每一次熊市下跌阶段，甚至在熊市底部筑底的一些阶段，市场的心理周期总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熊市的阶段，就是熊市刚开始跌的时候，这边会有 complacency， 就是散户会有一些自满的心态，因为从高点刚跌下来，很多人肯定会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来走空了，因为历史上每一次有压回来点位，每一次有大跌的点位，它最终都是会上去。但是我们利用一些技术形态，比如说在高点的位置，之前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些周线跟月线里面的背离，甚至这一个69000的高点过这些高点的时候，很多指标技术图形是不会骗人的，它里面有背离的结构，有可能就是在说明上涨的力道是有在减弱。所以跌下来整个趋势已经扭转的一些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来到这些位置它也是会有 anxiety 焦虑的一些心态，或者是价格继续往下跌的情况下，它也是会有一些 denial 的一些心态，比如说不承认，或者是继续往下跌它也是不承认，然后开始跌的时候，有些趋势都已经跌破的时候，又开始有恐慌的心态，或者是到底部的一些位置也是会有一些投降的心态，甚至愤怒，包括 15K 的底部 FTX 交易所崩盘了以后，像这些位置也是会有萧条的一些迹象。从 K 线的形态或者是价格区间的形态可以明显观察出来，区间是非常非常的窄，就是说明整个市场非常的萧条。其实在每一个阶段也是会有萧条的一些迹象，或者是崩盘以后这些区间都是非常非常的萧条。那涨上去以后，很明显的看出来空间是跌了 70% 到 80%。 历史的经验，你要看空间去交易，或者是看空间去抄底跟逃点。涨到现在的一些位置，之前在这个位置都已经跟大家讲，很明显的观察出来，这边是有一个大头肩底的形态，颈线都已经突破了，就是整理的区间，它有可能是在测这个颈线。市场是在怀疑，1个月之前是跟朋友们很坚定的确认，牛市是还在，你不要去怀疑。现在整个市场，我的观点就是在 hope 的一个阶段，市场是在希望，包括身边的一些朋友没有做比特币的都有开始在问我，有可能就是市场已经是相信，很多人是相信市场是在恢复。反正我的观点不变，整个比特币有可能未来时间慢慢整理到位，就是会向上去拓展它的一个空间。那时间要怎么来判断？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超级孔雀鱼。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它这个指标是有很多条的均线 EMA 组成的，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是在周线的一个周期图表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比特币开始走空以后，特别是价格，它基本上收盘都是在所有均线组下方的时候，如果它这个超级孔雀鱼的均线从绿色的均线转为灰色的均线，它这一个放到最灰色的一个位置，大约是在这个有一个反弹的高点，时间的周期是在175天，有可能前面的这个底部就是一个底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当时的一个走势啊，
它是从这一个绿色开始转灰色的位置，整个下跌的一个空头走势，来到这边转红的一个位置是维持了238天，也是有一些参考性，大约是在200天左右，有可能前面的一个底部或者整个区间底部就是一个底部的最低点。我们可以参考，比如说2015年当时的一个底部也是一样，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绿色的这一个孔雀鱼指标均线开始转灰色以后，整个灰色的通道是维持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189天，时间也是有高度参考性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它这个指标你可以观察灰色的通道，有可能就是说明整个空头的走势是熊市非常的恐慌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触底的一个阶段，灰色开始转绿以后，它有可能还是在底部区间，就是在底部筑底或者是积累。我们要留意一下2015年这个红色的这个均线到这个位置，它是放了也是200根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一波空头走势，这个时间是175天，后面红色的这个均线也是到这个位置，比特币都已经突破了 25K 的高点，甚至来到3万附近的时候，这边红色的均线才结束的一个时间是在238天。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既然它价格是已经站上所有均线的上方，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是，它什么时候会放出这种红色的这个均线组？那么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比如说2015年，它这个位置开始红色变灰色以后，变成灰色以后，也是说明有可能就是底部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它在这种区间震荡的位置，绿色的均线开始放出来，整个大牛市到顶部的位置，我们要去参考它里面那个时间，从这个最绿色的开始拉到这个顶部的位置，这边是走了700天。那更早的历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2年到整个2013年或者2014年的这个顶部，它这个绿色的均线放出来到顶部的位置，这边维持的时间是539天。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或者是2020年这一个绿色的均线放出来的位置到这个 69K 的高位，这边的一个时间也是有高度参考性500多天。所以现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价格它在周线里面是站在所有这个均线组的上方，我们去留意一下它什么时候放绿的位置，如果这边还是在横盘也是不排除，但是我的观点我们尽量给它抱住如果10月份要开启继续一波大涨的行情，时间拉到500多天以后，整个持续的牛市如果真的到500天，有没有可能涨到2025年的2月份到3月份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技术形态也就是前面的几个低点的买点位置，这一个下降楔形的一些低点，它一般涨幅的空间第一波直接就达到这个位置，然后更大的一个下降楔形的一个形态，它从这个位置打到这一个起跌的一个位置，也是来到一个满足位。然后我要再来聊一下，也就是这一根螺旋的 K 线，最近尽量就参考这一根 K 线就是我们去观察它收盘必须要给我收在这一个实体的上方，也就是上影线里面，说明短线还是偏多方的一个力道，或者是你可以观察一下盘中的一些量能，以及最近到底整理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昨天有讲到，有可能是在整理20的均线，也就是布林线的这一个中轨，现在是慢慢在移今天的一个价格已经是来到29000了，所以下一步也有可能来到29500美金，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有跟大家讲的一个买点的支撑。这个位置有猜对的一些朋友，我也是希望你可以留一部分抱长线，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箱体震荡的结构，4个小时里面是没有趋势。那你如果超短线的朋友，也可以利用上轨的位置看要不要做一些高抛，或者是下轨的位置，甚至有出轨的位置看要不要做一些低吸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